解放军东部战区26号发布的台岛周边演练现场视频显示，参与此次演习的包括轰6K 型远程战略轰炸机、052C 型导弹驱逐舰。尤其是从战机上拍摄的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台湾岛上的中央山脉，引发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报称，解放军战机在演习时在空中眺望台湾中央山脉，针对性十足。此外，台媒还援引台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称，25号上午6时至26号上午6时，解放军共有71架自战机以及7艘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47架战机进入台西南空域，这是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抵近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这是继佩洛西抵台引发解放军围台军演后，解放军再一次明确表态针对美台关系的军事演训。美国总统拜登23号签署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该法案还建议美台联合军演，以及邀请台湾参与2024环太军演。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国防部24号就该法案发声，表达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呢涉及到台湾的内容超过50页，也是这么多年来吧，相关的法案里面涉及到台湾的这个内容最多的一次。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严重的挑衅，也是美方在赤裸裸的这个进一步的干预我们中国的这个内政，所以是对我们中国核心利益的一个挑衅。所以我们要这个坚决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这次的这个演习呢，也充分展示了彰显了我们有这个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这个强大的意志以及强大的能力。然而，美方却颠倒黑白，称对于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并妄称这是挑衅和破坏稳定，且有误判及破坏区域稳定的风险。事实上，美国才是搅动台海局势的始作俑者。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绝对红线，但美国为了遏制发展中的中国，屡打台湾牌，玩以台制华的把戏。新年将至，中美关系却因美国单方面操弄台湾问题，再次笼罩上阴霾。中国驻美大使秦刚26号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中告诫美国，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不是所谓打破现状力量的扩张。台海局势紧张，不是中方打破现状，而是台独势力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现状。中美关系不应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国人民期待美国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的中国观出了问题，所以对中国的这个遏制打压的一面呢，只会有增无减。所以未来的这个，而台湾牌呢，是他们遏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事实上，这对于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中美未来在涉台方面，可能我们仍然要更加强有力的去维护我们的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所以呢，中美未来在2023年，在涉台的问题上，恐怕还会要经历一番的这个博弈。另一方面，作者以美谋独黄粱美梦的台民进党当局，不但没有反思在岛内9合1选举中惨败的根本原因，反而愈发紧抱美国大腿，搞以武拒统。时隔700多天，蔡英文终于在27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延长兵役至1年的决定。民进党籍前民代郭正亮一针见血地指出，蔡英文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开记者会，是因为他知道美国在看，这是美国要的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后续的剩余任期需要美国力挺嘛，那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有包括2024的选举也需要美国力挺嘛，所以这个议题一定要过关嘛。此前一天，面对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最新演习，蔡英文甚至叫嚣：“我们越团结，台湾越安全。”不过，他的这番话连台湾民众也不买账了。美国高校学者日前做的一份追踪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的1500名台湾民众中，大多数人认为，一旦两岸发生冲突，美国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出兵协防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努力维持台海现状，避免挑衅大陆而引发战争。岛内也有很多民调，也是跟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是差不多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最核心的能够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的民众对于现在两岸关系因为民进党破坏所造成的这种兵凶战危的局面是很不满意的。这样的民调也充分展示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于台独势力的不信任，对于外部势力干预我们国家统一的一种极大的反感。台湾地区前明代王义雄在岛内媒体刊文指出，拜登多次声明会保护台湾，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对于应该提供台湾多大程度的军事支持并没有共识。美国在不出兵协助台湾的情况下，武装台湾成为豪猪，绝非真正协助台湾，而是欲造成大陆重大损害，以延缓大陆的崛起。台湾的执政者若一味迎合美国，配合美国玩抗中游戏，必然遭到中国大陆的反击。为政者必须小心应对台海情势的变化，为人民寻出一条和平繁荣的道路。